大家好，我是云飞。你们在家里有没有老旧的笔记本呢？它在你家里还能继续发光发热吗？还是已经很久都没有开过机了呢？与其在后面拿去换不锈钢脸盆，那么要不就跟着我这期视频来做，让你的老旧硬件继续发挥实力，给自己打造一套 NAS 系统，而且性能比之市面上的 NAS 只强不弱。先让我们来看看我手里这个老笔记本，这是我老婆上大学的时候购买的联想小新700-15 IKS 笔记本电脑，好像当时是6000多线下买的。配置现在我们来看是非常一般了，i56300HQ，4G 内存 ，GTX 950，4G 独显，跑分大概是35万。现在就连海鲜市场都没啥卖的了啊！虽然用来做电脑是卡用不了，但如果用来做群晖 NAS， 这个配置，然后有固态有机械，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配置啊！所以就让我们搞起来，一起来记录一下这整个过程，也希望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启发。记得点投币收藏分享给你的小伙伴，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很多人应该不知道群晖 NAS 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简单来说，它就是你个人的网盘、光影系统和你个人的数据中心。这套好了，你可以在你 NAS 上面存储你任何想存储的东西，然后也可以搭建属于你自己的影音库，没有广告，没有会员限制，高清蓝光它都 OK。然后对于工作生活来说，它可以实时备份你的工作数据、生活照片等等，玩法是非常多样。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具体的还要你们自己去探索。接回我们的正题，首先我们这个是笔记本，所以需要准备的东西不多。笔记本整体一个，然后加一个8G 以上的 U 盘，加另外一台可以操作的电脑即可。U 盘是用来制作引导启动盘。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个8GB 的这个 U 盘作为启动盘。在实际的操作开始之前，因为我们的笔记本应该都是老件了，所以我建议是先开盖清理一下灰尘，然后再进行装机。果然是女生自用啊，这么多年都基本上没有什么灰，简单清理一下就好了。这提一句，装群晖系统在后面会清空笔记本里面的所有数据，这个需要你们自己先备份出来，或者先看看里面是否有自己需要的重要数据，然后我们再正式开始。我们需要准备好相应的工具和文件，我先把工具和文件都放在网盘里面，下载链接在评论区置顶。一个是软件，还有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引导，我们可以先解压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 U 盘插进我们准备好的这个电脑啊，打开我们的写房软件。然后我们直接选择我们的这一个 U 盘，然后我们这里选择镜像文件，选择我们刚才下载好的，打开，然后这里格式化选项全部选择默认就行了，然后我们选择开始，然后写入镜像。这个 U 盘可以自己选择这个自己以前的 U 盘啊，因为这个 U 盘以后就会一直插在这台老的电脑上面。就是我们做黑群晖 NAS 的那台电脑上面，没有必要买很好的，你可以买一个小巧一点的，或者直接用自己的这个老 U 盘就行。现在就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引导 U 盘啊，然后我们选择关闭，然后这里我们直接拔掉就行。好，现在我们要给我们的这台老的笔记本上系统了，插入我们准备好的这个 U 盘。接口用一个自己不会用到的这个老接口啊，尽量选择这个 2.0 的一个接口，然后这个时候也可以先插个网线，来把网线插好 ，OK。我们现在需要设置一下，它的这个引导模式，就需要我们先进 BIOS 修改一下开机引导，我们需要选择这个 U 盘为引导啊，然后像联想的这台 Y700，它是需要用那个卡针顶这个复位键来进这个 BIOS 的。我们点击开机键，同时用卡针插住那个复位键，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点。然后选 BIOS， 然后我们要进到 Boot 这个选项，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个 USB 它是在这一块5和6，我们需要把它往上移。然后我们这个比较特殊一点，我们是需要按 F6 上去，好，然后我们按 F10 保存就行了，然后它会提醒我们是不是保存并且退出，然后我们确定，然后它现在就已经开始进入我们的这个系统了。然后我们等待这个电脑完成一系列的配置，这个过程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然后等待这个电脑自动完成就行了。然后配置好了之后，电脑会进入这个命令行的界面啊，
然后等它会出现一个 IP， 然后现在就已经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在另外一台浏览器里面输入这个 IP， 然后就会进入到 NAS 的一个详细的配置界面。然后我们打开浏览器，输入这个地址啊。我们在浏览器里面输入这个 192.168.1.9，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端口号，端口号是:7681。好，然后现在就进入了一个NAS 的一个配置界面啊。我们先把这个语言改成中文的。我们把语言改成中文之后，它就会更方便我们查看了。然后我们去到选择型号这一步，回车。然后因为我们是小白教程嘛，所以我们就推荐选2个吧。一个是这个 DS918 加，因为那个是核显型号，是一个万金油型号。然后我们这个是另外的，如果是有独显的话，然后我们就推荐选择 SA6400。然后我们这个是有独显的，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SA6400。我们回车，然后这里我们是选择一个版本。现在来说最新的版本就是一个 7.2 的系统，然后我们就直接选择 7.2， 然后回车选择。然后这里等它重新配置一下这个插件和板块，然后像上面的那2个我们就可以直接跳过了啊，我们直接编译引导，然后等它编译成功就行了啊。这个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速度啊，因为这个设备的性能和网速都有一点点关系，所以咱们这个就看实际情况吧。这里还是需要等一段时间的。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其实速度还是可以的啊，所以说我们这台电脑在这个 NAS 里面其实还算不错的。好，现在就已经好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就选择启动就行了，就非常傻瓜化的啊。然后这一步我们依然就是等待就行了。它在编译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个网址，这里我们直接点击它这个地址就行了，然后等它把这个界面加载出来就行了。它现在是加载不出来的，这个我们慢慢等就行了。它是等待加载一个这个内核，然后这一段会比较久，时间会很久很久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以我的这个做一个参考，现在是 1.36，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体编译完成之后是多久。因为我这个在这边卡的时间有点久啊，是大于了15分钟，所以我现在选择刷新一下，然后看一下它能不能继续安装。如果我们再次尝试它还是不能继续安装的话，我们就要考虑换一个版本啦，这可能是这个版本不适合这台电脑。感觉刚才像是没有启动好啊，因为之前我是装了910加，然后现在我们转移到了 SA6400， 所以它有一个这个界面。按道理来说，第一次它是一个群晖的一个设置界面，保留系统配置，然后我们直接选重置吧，无所谓。然后我们自动啊，这里前面这个是一样的。就前面那里需要选择一下，然后这一块我们还是选自动，下一步，然后这里就开始我们正式的这个安装了。但这个正式的安装时间比较久啊。如果是正常来说，在这边一般会提示会清除我们硬盘里面的所有信息，这也是我上面提到过的，我们需要先把笔记本里面的这个文件啊什么的都备份一下，或者看一下自己重要文件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就是比较漫长的一个安装过程。我第一次安装那个910加的时候也卡了非常久，反正你等就行了，没有提示失败的话，咱们就不要去动它。好，现在就已经在重新启动我们的 SA6400了，然后这边也在同样的加载，咱们这个还是非常顺利的啊。不出意外的话，你就应该是安装成功了。到这里我们就成功了99%，之后就是一些设置上的小细节了。好，这边我们就安装即将完成了，已经安装了第4个内置套件了，然后现在正在启动，现在就已经成功了。然后我们进行一些简单的小设置，我们开始，设备名称、管理员账户，下一步。如果是自己的电脑的话，我们直接保存一下即可了。然后这一步我们要选择手动安装。因为我们是一个黑群晖啊，我们不是正经的白群晖，所以我们下一步
然后这些套件我们跳过，设备分析可以跳过。好，这个是同步套件，这个是 Office 套件，我们可以直接立即安装。双重验证这个暂时不用，这个我们可以先放弃，确定。好，那这些我们现在都不用管。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信息中心，这边识别成了 AMD， 问题不大。然后物理内存大小、电池，然后可以去这边的储存管理器，这里我们可以勾一下显示这个缓存，这边有个 SSD。我们可以操作一下，这个已经识别成了这个缓存组了啊，这个就不需要我们去操作了。这里是因为我是之前安装了 DS920加，所以这里是直接继承了上次的一些设置。第一次安装的话，大概率还是需要自己来这边添加一下 SSD 缓存。然后我们的储存空间也是直接继承了我们刚才的。OK， 到这一步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配置。到这一步，恭喜你，你就已经完成了笔记本电脑 NAS 系统的一个安装。我们这个除了有4G 的读写，我们还有 SSD 固态。当我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 SSD 固态在读写储存的时候，因为性能好、读写量大，本身的工作温度就比较高，在60度左右。而群晖系统的限制比较严格，在70度的时候就会强制自动关机，这就导致我有2次笔记本群晖自动关机了，这就很麻烦。因为笔记本空间的限制，我们也不会去大改它，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去修改一下这个温度限制。群晖自己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就还是得我们自己手动一下这个脑筋。这里我们通过 SSH 连接到 NAS 系统，修改系统配置文件里面的温度阈值，然后重启系统即可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温度太高的话是不行的，这个也会烧坏我们的硬件，所以要注意不要让你的笔记本 NAS 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同时要适当的给笔记本电脑提供额外的散热器来降低这个硬件的温度。你可以在电脑的终端使用 SSH 命令来连接 NAS 系统，也可以直接使用可视化系统来连接 NAS 系统，比如这个 POTI。但无论你采用哪种方式来连接你的 NAS 系统，连接 NAS 系统之后的操作都是相同的。我这里仅演示在终端里面使用 SSH 命令连接 NAS 系统的方式。如果你的终端没有安装这个命令，你可以直接百度查找相关的教程完成安装，或者直接使用 POTI 可视化工具。在使用 SSH 连接 NAS 系统之前，你需要先通过网页登录进入到 NAS 系统里面，并在控制面板检查以下2个方面。首先是终端机和 SNMP， 点击进入该设置选项，在终端机界面勾选启用 SSH 功能，在端口这一块保持默认的22，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应用。如果你的 NAS 系统已经启用过了，这里就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操作。然后是用户与群组，点击进入该设置，在用户界面账号里面确保你的 NAS 系统已经创建了最少一个你知道密码的管理员账号，如果没有，那么你可以在用户系统界面按照提示创建一个。完成以上2方面的检查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SSH 命令登录到 NAS 系统里面了。在终端中输入 SSH 命令，这里的 username 就是上面提到的你的管理员账号名称，比如我的是云飞。192.168.1.9 就是你的 NAS 系统在局域网内的 IP 地址，然后回车，按照命令行的提示依次输入 yes， 回车，然后输入你的管理员账号的密码，然后按回车，然后你就成功通过 SSH 命令登录到了 NAS 系统的终端了。我们需要先回到根目录下，然后 CD 到这个文件夹下。通过 ls-al 查看一下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注意看到有一个 scmd.xml 文件，我们先将这个文件备份一下，通过拷贝命令。注意在最前面需要加上速度，按照终端的提示输入管理员密码，按回车完成拷贝，再次通过 ls-al 查看一下。这个时候文件夹下已经有了我们备份的.back 文件了，然后通过 win 命令打开并修改一下这个文件。如果不会使用 win 的，可以百度找一下相关教程，在命令行中输入sudo win source 这个.xml文件，然后输入密码，然后找到我们需要修改的这个配置，这里 M2， 然后把它的关机温度修改为另外一个值。此时注意，你需要先将输入法切换为英文模式，然后按 I 键进入编辑模式，然后把这个71修改成你要的值，比如90。然后我们找到另外一个需要修改的地方是在这里，也把这个71修改90，然后按 ESC 退出编辑模式，然后按冒号输入 WQ， 按回车保存并退出这个.xml文件。
然后重启 NAS 系统，你可以在命令行输入重启命令进行重启，也可以回到浏览器里的 NAS 管理界面重启。我这里使用后面这种方式，在这个界面重启 NAS 系统，等待它完成重启，你刚刚修改的配置就生效了。到这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基础群晖倒腾了。现在你就可以自己去下载各种软件，配置你需要的操作了，比如照片备份，比如文件同步之类的。这个大家可以去找找其他的教程 ，B 站应该有非常的多。我这里就是带大家入个门。然后我们笔记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屏幕一直是需要通电的，但是它不会显示任何的功能。要知道群晖的 NAS 最关心的就是一个功耗。主要也是这块屏幕没有用上，所以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块屏幕不接电呢？我查询了非常多的资料，最后发现其实这个非常简单。有的笔记本是通过屏幕上端的磁铁模块来检测是否合盖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的简单找到这个模块的位置，然后磁吸一块磁铁就可以又保证散热，又不会一直保持通电亮屏。这是我的一个小技巧，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如此操作下来，我们就得到了一台笔记本黑群晖 NAS。是不是特别棒呢？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投币收藏呀！这是我的折腾之路，这台 NAS 我会放在家里作为我的家庭储存，就用来备份家里面的数据。那家里是直接连这个路由器，然后这个路由器是之前我分享过的，直接无线蓝牙 Mesh 和楼底下的这个小米的另一台路由器这样无线相连的，这样也是非常稳定，几乎没有什么损耗。200兆的这个宽带来说，然后现在我带过去工作室来给大家拍摄。当然，工作室晚点也会有一台。这个就简单预告一下，如何捡垃圾自己组一台高性能的群晖设备，而且最少是可以装6盘位的数据中心啊。然后就是软件层面的，如何在公网状态下访问，这个我也会有一期配置视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晚点陆续更新。这就是我的老旧笔记本折腾之旅，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到你，也记得多多支持。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